相传百五禁烟除，红藕青团各忌先。欢迎来到阿里厨房，今天咱们就来做青团。先来做红豆馅，这里有200克红豆，先清洗2遍。很多人喜欢泡软了再煮，我一般是不泡的，好处就是能保留更多的营养和色素。直接倒进电饭锅里，加进去2倍，也就是400毫升清水。先走一个煮饭程序。走完煮饭程序后，水分肯定会被收干了。豆子虽然能被捏碎，但会偏干，所以还要加300毫升开水进去。再走一个蒸煮程序，大概30分钟左右，开盖看看，就是这种能轻松捏开，而且水分充足的状态。倒进一个能用力的盆子里，趁热加进去50克红糖。用根擀面杖做雷棍，把豆子雷烂，把红糖搅化开，直到这种稍带点颗粒感的状态就好了。装进保鲜盒里，得到了560克红豆馅。想要做更细腻的豆沙馅，可以参考一下以前的视频。这里大约有500克艾草，这种艾草有人叫艾蒿或者小叶艾，还有一种奇艾或者叫大叶艾的，药用价值很高，但苦味偏重，不太适合食用。先摘一下，只保留嫩叶和叶子部分，脑梗就不要了。摘好的艾叶再过2遍清水，装起来备用。1.5升清水煮沸，加进去2克小苏打，再把艾叶放进去煮。小苏打是为了创造一个碱性环境，用来让叶子的颜色保持翠绿，改用等量的食用碱也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的。不介意发黄变色的话，不放也没问题的。偶尔翻动一下，保证受热均匀，煮3-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拎过来移到冷水里挤干，多过2遍清水，可以降低艾叶的苦味。最后平均分成5份，这次咱们只用1份就够了，其余的可以装进袋子里，放冰箱冷冻时冻起来，随时都可以取用。有条件的可以多处理一些，这样可以吃到明年了。这一小块连水带渣大约有100克，放进搅拌杯里，加进去100克清水，20克砂糖，上搅拌机打碎成艾叶泥。没有搅拌机也可以用刀剁的，尽可能的剁细水，再加糖加水。先把干粉准备好，糯米粉250克，为了改善纯糯米粉过晕黏软的特性，再加进去50克粘米粉，混匀了备用。接下来做粉头，艾叶泥倒进锅里，加到灶上，开火，加热到接近沸腾。舀过来1勺刚才调配的干粉，大约30克，倒进去，不停的搅拌均匀，直到变成黏黏糊糊的糊状，就可以离火了。离火后继续搅拌，把温度降下来，直到不太烫手的程度。再把这个粉头倒进干粉里，先用刮刀拌匀了，加进去20克猪油或者其他油品。因为艾叶的含水量是不可控的，所以如果感觉粉团过硬，可以少量多次的加入一些清水。我前后再加入了差不多50克清水，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粉团，再放到案板上搓成长条，平均分割成12份。这种粉团不管盖不盖东西，都很容易风干结皮的，所以包馅前最好先揉几下，再搓圆，用拇指开个窝，再填入馅料，用苦口收口，再搓成圆形，码放到蒸笼里，大火蒸10分钟就行了。出锅，
趁热刷上一层油，那就更漂亮了。软糯的外皮，绵滑的内馅，沙沙的红豆，清香的艾草，好吃。吃不完可以封起来，放冰箱冷藏，3天内吃完。在古时候，这就是寒食节的食品之一，所以冷食热吃都是没问题的。如果放冷冻，最好3个月内吃完，想吃的时候再蒸热就可以了。再来说说第二种做法，先把冰箱里的存货拿出来解冻，这就省掉了处理艾草的时间了。再来简单拌个花生芝麻馅，炒香点碎的花生100克，炒香的芝麻50克，椰蓉20克，红糖50克，花生酱30克，砂糖35克，拌匀就可以了。再准备糯米粉250克，另外准备灯面100克，烧100克开水，趁热全倒进灯面里，马上把它们拌匀了，就能得到一块熟灯面团了。盖个东西放一边备用。这边的艾叶也解冻完了，同样的放搅拌机里，加30克砂糖，100克清水，打成艾叶泥，全倒进糯米粉里，先用刮刀拌匀了，差不多了就该下手了。少量多次的加进去30克左右的清水，揉成一个粉团。这时候的粉团可塑性是很差的，一掰就碎，顺道就把它掰碎了。再把掰碎的熟灯面团加进去，再加进去20克猪油，下手揉匀，搓成条，再平均分切成16个剂子。同样的，开锅包馅，水量合适、揉到位的粉团是不会沾手的，而且可塑性也是很好的。这种干散馅要稍微压紧一些，再用虎口收口，搓圆，放笼屉里，上锅大火蒸10分钟就好了。趁热抹上一层油，漂亮。之前做的水和粉的用量都少一点，所以显得颜色比较深，糯米皮也相对瓷实有嚼劲一些。而花生芝麻馅的糯米皮会松软滑糯一点，各有千秋，同样的美味。相对而言，我更喜欢花生芝麻馅的，那个香啊！我是阿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